Hello，大家好，我是秀才。等等要出门的秀才，等一下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今天是以一个 vlog 的形式，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等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出发吧。看完刚刚的影片，不知道你猜到没？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艺术家呢，就是来自于美国的 James Jan 简明，他的无尽之弦的艺术展览。然后今天首次的话，他是首次在亚洲展出了200多项的属于他的一个作品，里面包括说有版画啦，然后还有他的一些速写，还有一些他的雕塑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就今天带大家去看看。那这个艺术家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比较特别，他背景是从小的话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到3岁的时候呢，到美国，跟着爸妈到美国发展，然后慢慢的培育出他的艺术的一个气息，所以他的画里面很多都是东西方的一个结合，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这个画展其实我期待蛮久，因为从他开画展之前，我就一直关注他的作品。那其实像很多明星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包括说杨紫琼，对他最近的一个《瞬息全宇宙》好莱坞的一个作品，也是他画的那个海报，也都是他画的。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像《银翼杀手2049》，然后像 DC 的《水形物语》都是他做的。像亚洲明星里面，像吴彦祖就非常喜欢他的画，他是等于是他的一个推手，也是简明的画作的一个藏家。他的画为什么深受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画作里面的风格比较特别，因为他本身是亚洲人嘛，那他自己又小时候又在国外长大，所以他的画作里面你会看到他很多受影响是来自于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气息，还有底蕴。那西方的一些色彩，我觉得他也把它灌注到他的画作里面，尤其他受到就是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一个影响，所以代表说他的画作呢也会受到东西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冲击。因为现在其实像艺术啊、潮流这些文化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得上时尚跟流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艺术展是非常值得一看。好，那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这一次展出的东西其实蛮多，有像木板画，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些速写图，然后还有就是早期的一些作品，对，它也会在这次里面做展览。展馆的话，它是1到4楼，那我们先从4楼的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的往下看，走上去，它是一个旋转楼梯，那代表的它这次的主题就是无尽之选。那4楼的部分呢，它是一个大型雕塑的一个展馆，一个展场。然后再接下来3楼部分是它的一个速写的一个画作，然后再接下来的话，2楼就是它的一些大型版画。那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因为这个展的话，它只有展出到2月12号，然后它是位在于上海昌艺美术馆。我觉得其实他有的作品跟画作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在上4楼之前，我们会在1楼看到有一个倒着头，然后头顶地的方式往下坠落的感觉。那个作品的话，它叫做延伸。我觉得好像就是艺术家要去阐明着说，从小的是比较属于内向的，然后亚裔孩子其实在国外长大，然后内心受压迫的那种感觉。那他想要经由坠落去释放这一切。我们到4楼的展厅呢，你会看到首先会有一些很大型的一些雕塑品，然后再来的话会有一些很巨幅的一些版画。那包括里面有一个版画叫衍生，那衍生的话呢，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刚刚说那个往下坠落的那个小男孩会在里面，还包括说有一个巨型雕塑，我印象蛮深刻的，它是一个黑色的雕塑，然后背上呢背着一些木材的一个樵夫。那
它后面的话中间还有一些金色的一些镶金的金箔在上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像我自己比较喜欢里面的几个作品，几个代表作呢，包括像这个跳绳者，因为这个小女孩，你就会觉得说她感觉整个是非常的有活力的，然后充满正面向光性的感觉。那他有出售他的版画，蛮想要收藏他的版画。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就觉得说版画就印刷嘛，跟海报没什么差别。其实是有差别，因为版画其实它在印刷的过程之中呢，都是由创作者在旁边，一幅一幅印出来，就等于是手印。然后它上面的话是有限，比如说几版的版画，它是有限量的。然后比较特别，简明这个插画师呢，特别是他跟一般的版画作家不一样，他的版画大部分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绘图，他还是坚持用手稿的方式去先画出他的插图，然后再去把版画去印制出来。有可能他的习惯是在于说，他早期的时候是在 DC， 大家都知道 DC 是一个画动漫的公司，那其实在这些早期都是需要用手绘的，所以其实手绘部分就很考验，比如说他的功底，然后还有常年的一个功力，对，然后一些笔韵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创作跟灵感还有想法。那其实我看到简明的一些速写的一些手稿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艺术家。他就是看到什么东西，他会马上有一个小笔记本，当下的一个灵感，他想要把它记录下来。他的版画都会是一层一层的感觉，很有立体感的一个张力。好像我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喜欢的画作，它叫做《旅行者》，就是这个。对，然后我会放上它的一个动画给大家看一下，现场我去观看的动画。那因为这个旅行者你看就很特别，它其实是同一块的版画，可是为什么它有那种光明的感觉，又有这种阴暗的感觉？那就代表说，其实它用不同的数字画作的颜色，它上面的颜色的区块呢，都是用固定的Pantone色调去做配色的。它会先在电脑上做一个配色的配比，再把这颜色填上去。它在同一个区块做出这两种不同的效果。日间的旅行者，然后一个呢，它是夜间的一个夜行的旅行者。我觉得非常特别，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画作。我觉得简明的画作就是用色非常的厉害。你看一幅画里面有这么多颜色，然后去做配色，我觉得它的配色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另外还有比较喜欢像这一幅奥勒利安，我觉得他是在描写就是对蝴蝶着迷的人。那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是这个三个女孩子呢，就是被花丛包围的时候，我觉得她们散发的眼神里有的一种光芒，然后三个女孩都散发着不同的光芒，随着光芒，她们去追逐她们所想要的。我觉得蝴蝶代表是她们向往的一个方向跟希望。然后另外比较特别就是大家都在收藏的 BTS， 他到韩国的一个首展呢，他帮了韩国 BTS。就是防弹少年团，那帮他们创作了一系列，总共8幅画。这一幅呢，第一幅是他们所有团员在里面，他把 BTS 的团员，总共7个团员，他设计成不同花园里面的动物，火焰啊、蜜蜂啊、猫啊、兔子，然后都各自藏在他们的画作里面。不同的团员有不同的画，像这个是 J-Hope， 对，有追防弹少年应该就知道。然后还有什么 Jumping， 其实这幅画在网络上的拍价也蛮高的，就收藏。然后其实他现在这一组系列呢，是他目前收藏里面就是小型版画里面算价值最高的。很多女生她会喜欢这一幅菊花，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菊花是连接到她心脏，代表说花瓣像心脏一样跳动着。然后可是呢，因为菊花缪斯被卷入了一场火的龙卷里面，外部被烧毁了，所以只剩下内心呢还是炙热的，所以代表着毁灭跟重生的意思。我觉得他的画作里面都会有一些寓意在。伊甸园，那讲到伊甸园，大家很熟悉的，里面会有几个人物。左下角这个是亚当，那这幅伊甸园画呢？
代表说亚当他那时候在喝下那些发酵果汁了之后呢，他喝醉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夏娃就趁着他喝醉的时候，他要去偷尝禁果。可是他看的禁果，你会看他是抬头看的，他看的是树上那些禁果，而不是已经掉落在地上腐烂的那些禁果，代表着他慢慢的远离真实的一个真相、真理，他不去追求真理。然后他脸上为什么这么多面具，代表着他的很多的多面性。那最后呢，后面的一个智慧树。他想要张开双手，拥抱着他们两个。当太阳落入天堂的时候，张开双臂拥抱一个新的世界，慢慢的出现了。然后这一幅呢，猎犬，吴彦祖本人有收藏的这一幅。如果你喜欢吴彦祖，你可以跟他收藏同款画作这一幅，好不好？洛里这个有2只鸟扯着他的嘴巴，他们在窃取爱丽丝所说的一些话，觉得蛮有意思。简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他的画呢，里面有带有一些东西方色彩，还有一些美感。我觉得他看世界是真的就是一体两面，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同一件事，它可能会有一个明亮，也有一个相对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所以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展现，你们也可以慢慢的去了解，甚至到成为它的藏家，慢慢的收藏。那今天跟大家介绍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艺术品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也希望说可以带更多美的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